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爱图仕在 NAB 2022上所发布的几个重磅的新品，尤其是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但是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重磅的新品，尤其是在这个软件生态方面的。我相信在 B 站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 UP 主会做这种深度解读了。因为首先在网上的这个公开资料并不多，再一个呢就是它是那个全英文，就是包括原生的这个语速非常快，可能就是这个理解起来是有一定门槛的啊。但是根据我个人对爱图仕的理解，我个人还是悟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也许可以代替爱图仕去完成今年的一部分的这个新品发布。那首先咱们来谈一谈iOS 600C Pro Lightstorm 这个600C Pro。这个我个人觉得它是对标的是 Orbiter。咱们来简单看看这个它的NAB 2022的一个发布会。好，那这是这个爱图仕的，应该是海外的那个 CEO，这是 Ted，这是 Ted。我们提纲挈领的过一遍这个发布会啊，因为现在没有字幕，完全是靠我个人的这个听力。当然我的英语水平也比较一般，所以呢，大家就是且看且珍惜啊。左上角是这个 iOS 600C Pro 的这个样子，挺健壮的，而且呢，这个线缆包括控制器、灯控分离的设计。那么在这 600C Pro 发布之前，他们还发了这个 1200D。这段话他讲的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保容卡口的这种认识和理解。那这个是介绍了爱图仕 Lightstorm 产品系列的一个基本历史啊，从 120D 啊到 300D 啊到 600D Pro 啊到 1200D Pro 啊。那么它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也就是其实下一步就是 RGBWW 的 COB 高密度、高功率密度的补光灯系列。那这个也是对标阿莱的 Orbiter 的系列。那 Beyond Shaping, Beyond Brightness 就是在这个灯控光和灯光的极限亮度上，那么还不做出什么妥协。那它的这个目标叫 Full Spectrum in Full Force。Full Spectrum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全光谱，也就是它就是要做采光，要采光 colorful。Full Force 就是它以一个最高的功率呈现给大家，就是一个高亮的 RGBWW 的 COB 补光灯。那就是 iOS 6C Pro，C 就指的是 color， 这个大家很好理解。The next source in color。那么它可以理解为是个点光源啊，它这个便携包，咱们就不再细看了啊。它是3米的范围内是17480勒克斯，然后是带有这个 XY 的 control， 就是它可以在这个 XY 坐标这种方式去调光，然后在这个 SSI D56的方式，它能够达到74分，在 Tungsten 情况达到85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规格了。而且这个 SSI 规格不是所有厂商都愿意分享给大家的。然后它的这个双色纹 CCT 的话是2300K 到10000K， 非常大。Variable Wide Point HSI， 它的这个它可以就是这个指的应该是不同的色彩空间 HSI， 不同色彩空间，每个色彩空间的这个白点是坐标是不一样的。Frequency Selection 它可以达到2000赫兹的这个高速的 flicker。就是它可以消除这个 flicker reduction， 就是闪烁。Max Constant Output Mode， 恒功率输出。10 users presets 就是10个预设，15个 built-in lighting effects 内置了15种不同的那个特效。那这个特效的面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像是那个 Apple Watch 那个面板的感觉。然后 weather resistant， 一般来说，这个 Lightstorm 系列的 Pro 系列的这种灯光，爱图仕的这个系列，一般都是面向专业场景的。就咱们这种小白用户可能是用不到的，但是呢，这种专业的应用场景，它对于天气，尤其是下雨下雪，这都是没问题的。好，那这是它的介绍。但这个人的语速非常快，就大家如果是考英语4、6级，我个人觉得爱图仕的这种外语的发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听说读写的这个资料。当然，我如果有条件，咱们给大家做这个同传，但是今天时间有限，就不给大家逐字逐句的去分析了。因为 TED 的这个语速是又快，然后发音又精准，所以这个非常适合练英语听力。
然后这个接下来就讲的是产品研发的一些故事了，怎么去做到这些指标的？那他就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个灯？那接下来首先讲的就是这个 RGBWW 的技术，就是这个灯珠的排列是 RGBWW 的，只不过这次呢是把它聚合在了一个 COB 的面板上。后面就是这个发布会的全程视频，我已经发在我的频道里面了，就是转载的方式，大家可以去观看，就是你可以从头看到尾，就不用去像我这样去跳着给大家去看了。那这个是在这个他讲的这段的话，是他的一些元器件从不同的领域收集过来，那就是他讲的是供应链。它指的是 architectural industry 的建筑行业。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听这种产品背后的故事啊，但我个人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这段内容，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这个指的还是他做产品的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就是并不是简单的去 copy 的一些方案，而他是做出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实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行业的关于色彩的标准，现在呢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好，然后他这个 TED 这个人呢，他有口头禅叫 "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 这是他的口头禅。这个口头禅有两种翻译的方法 ，"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 就是我们将要提纲挈领的去讲一讲这个产品它的故事、它的特性。还有一个理解 "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 就是我们的语速会非常快。而在 TED 身上呢，这二者会合二为一，所以你会看到 TED 在他的这个发布会，包括很多接受采访的时候，它的特点就是他以非常快的语速提纲挈领了。实际上，他用了1分钟的时间，能够讲别人用10分钟都讲不完的信息，信息量非常大，也非常适合练听力。那这个是他，你看他这是P600C 对标的是阿莱的这个 S60C， 就是这些指标 ，Color Quality。就是现在讲的它的一个色彩科学，然后这就是600瓦的 output，1800瓦的 chipset。这是600C 的那个整个的COB RGB 的这个方案，只能输出600瓦，但是它的这个额定功率能够达到1800。这个讲的就是 Sidus Link， 就是这套蓝牙 Mesh 基于蓝牙 Mesh 物理层的这套 Sidus 的这种通讯的这个生态，这个也非常关键，因为 Sidus 实际上是爱图仕背后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就是你不要看它的这个硬件产品做的多么的 fancy， 但是有了这个 Sidus 之后呢，这个硬件就火起来了。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一套网络，它的是很强壮的一个网络架构。即使是你的手机说不相连了，它们灯和灯之间会一直通讯，能够保持之间的一些整个的网络会，就是这个灯作为一个生态去存在的时候，它可以做出一些别的灯所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很显然对标就是这个 Orbiter 呢，600C， 那右边就是这个阿莱的 Orbiter。阿莱的 Orbiter 大家也可以看看 B 站上有它的发布会，它发布会我记得大概100多分钟吧，也不是很长，讲得非常的好，因为 Orbiter 是德国的这种严谨的工业设计的一种极致的体现，它的这个产品的细节设计，包括呢这个 UI 的设计，大家可以好好看看，就是在 Orbiter 身上你可以学到很多。然后呢 Aperture 600C Pro 对标的是这个 Orbiter， 它整个的这个会比 Orbiter 要小很多。然后它的重量会比 Orbiter 要轻很多，24.3和31.3。然后它是对相比于 Orbiter 来说，它的最高亮度可以是它的2倍 ，2 times bright。然后这是 No More Gels， 就是因为现在是 RGBWW 的方案，你可以模拟任何一种色纸的这个特效，就是不管你是钨丝灯还是敌灯，原来是加色纸嘛，现在你可以通过控光的方式呢，去模拟出来和加色纸一模一样的这个体验。
当然，他刚才还说了一些关于控光的附件，有了一些控光附件之后呢，实际上你对于光的把控会更加的多样。Go red， 就是说这次你在用了这个600C 的灯珠之后呢，因为它是一个全彩的嘛，所以你不仅在这个主光源，它不仅可以是双色纹，它可以是任何一种颜色。那 What's the next for the modularity？ 就是下一步爱图仕怎么去思考模块化这件事情。那就是首先肯定是灯控分离，灯光和控制台分开，这样的话它的操控性能够得到保证。当然，我们从这个放大的这个细节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它的这个交互的方式啊。那它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特性，你比如说就是支持，你比如说它的这个 DMX 的这个控制是16比特的，然后支持5pin XLR 的这个 DMX 512，还有支持 Sidus Link， 当然也支持这个 Lumen Radio、CRMX， 还有这个 ArtNet， 还有 SACN。但这些标准我个人比较陌生了，因为这个咱们毕竟不是专业的用户，但是整个的对于控光的生态，那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兼容性的。这实际上这还不是600C 最大的亮点，最大的亮点是在这个发布会的最后以 One More Thing 的方式出现的。那同时，这个600C Pro 支持电池供电。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2490，大家可以乘一下这个价格，大概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也不算贵啊，也不算贵，1万多块钱。它在今年的第3季度会发售。好，简单发布了它这个功能啊。这块很重要啊，这块的话 ，TED 应该是就说了一些有一定的这个暗示性的话，我们来听听。那它是第一次向公众展示600C Pro。那它是不是和 Spotlight Mount 是兼容的？它和那个 Spotlight 这些附件是不兼容的。但是What I can say is， 这是它目前能够说的。实际上，这个灯的附件设计后面还有一些独特的考虑，这次没有一并发布。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业余啊 ，CCT HSI， 如果你认真看了发布会，应该就已经清楚了。那他通过把这个 C Pro 拿到这个 NAB 展览的话，可以获得行业内的专业用户的一些第一手的反馈，这个对于产品后边的优化，你知道 Q3的这个大规模量产上市的话，会有非常大的帮助。Before we close things up， 看他还有多讲一些内容。Palette page。One more thing， 看到没？这其实是600C Pro 发布里面，我个人觉得最重磅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个人觉得这次 NAB 2022爱图仕最重磅发布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一套软件的生态，就是所谓的 Sidus Link。只不过这次的 Sidus Link 除了能够自洽之外，那么它还把这个 DMX 做进去了，就变成了 Sidus Link DMX。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2020年的谢毅的那个发布会啊，就是爱图仕的那个国内的老大谢毅。他当时那个爱图仕的那个发布会最后也是以 One More Thing 的方式去介绍了 Sidus Link 的 1.4 版，当然那个版本到现在已经进步很大了不过这个 One More Thing 我觉得这个分量会比当时的 1.4 要更大，因为它把 Sidus Link 和 Wireless DMX 之间打通了。这个打通之后呢，就代表着整个 Sidus Link 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一种业内的标准了，因为它和业内的最前沿的标准形成了这个互通。 ，而且 Sidus Link 在整个控光生态上，又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它
等于把现在的这个 DMX 标准进一步扩大化了。也就是说 ，SideLink 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新的行业标准。那就是他介绍了，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接纳 SideLink，就是因为 DMX 实际上是在专业领域里面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控光的方式，控光台，包括现在有无线的这个 DMX 的这个面板。那么有这样一套生态的人，他对 SideLink 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 SideLink 毕竟还是只在爱多仕子品牌下面去兼容，而不能够去出圈。想要出圈的话，你就必须要介入一个主流的标准卡口。你就比如说现在做快拆。你就必须要做阿卡的这个兼容，你做了阿卡兼容之后才可以出圈，所以你 SideLink 要做成出圈的话，一定要跟 DMX 打通。那么这是这套生态，这功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说我定了一套什么协议，而是需要你在整个的 Mesh 这个网络这个架构上，那么天然的能够支持，能够完成这些功能。所以它通过 Sites Mesh 这套网，把 DMX 的功能也做进去了，并且这套网络的协议目前也支持了无线的 DMX。大家看，这就是 Sites DMX。Sites DMX 是我个人觉得2022年爱多仕发布的最重磅的产品，我觉得没有之一。就是不是说600C Pro 不是说600C Pro 不好，而是 Sites DMX 这个对于行业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可能很多人还看不到这种感觉啊，实际上一个软件的生态，这个就和苹果发布 App Store 一样，这是一套生态的标准。所以它现在 SideLink 就能控制 DMX 的设备了。并不是说我灯光上当然肯定灯光上有 DMX 接口，但是如果你的灯支持无线的 DMX 的话，那你用 SideLink 的 App 呢，就直接控制它了，这就比较厉害了。那如果你的灯是有线 DMX， 你可以接一个DMX 转 SideLink 的一个模块，然后呢就进入到 SideLink 生态里了。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控制标准之间进行了打通。那这个打通呢，不仅依赖于整个的 Mesh 的网络架构，同时呢还要各种考虑到 DMX 和 Sides 的这种不同的协议，挺强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行业的意义很大。这个布局应该野心挺大的，我个人觉得。当然，这个功能也不太好抄，就是如果你想抄的话，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这样的话，爱多仕的这个用户和 DMX 的用户，整个他们就这两个圈子就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爱多仕的这个产品出了圈 ，DMX 的用户群也可以出圈，这两个圈融合在一起，那爱多仕用户基数就会爆炸性的增长。好，这个就厉害了，这个是叫 Newsshooter 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海外媒体啊。那么他对于 TED 的这个专访，这个是在 NAB 2022的媒体日的时候进行的采访。这个采访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咱们看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非常详细的展示了 Sides DMX。你看这个TED 的口头禅就 Real Quick，If you don't know SideLink Real Quick， 挺有意思。那这个视频很短，只有4分多钟，所以咱们给大家就放的稍微慢一些。那它的这个 Pixel Mapping 这个咱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 Pixel Mapping 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功能，那么会和一个没发布的新品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那它前面讲的就是基于 Sides 这套生态里面能够完成的一些功能。那 Now 你看它这个 TED 羞涩的抚了一下鼻子，接下来就要说重点了。那 the way Aperture Sides Mesh Network working to build a mesh network among all the Aperture lights， 就是这套 Sides 的这个无线网络是用一套 Mesh 组网的形式，把爱多仕所有的灯光连在了一起，这是它的第一句话。The wireless DMX 呢，就是说用一个无线的方式去实现 DMX 控制，但是这 wireless DMX 的这个模式呢，它并不是 mesh 的。因为 wireless DMX 呢是有中心的，你有一个总控台，点对点的去控每一个灯，这个叫 wireless DMX。这套网络的架构是没有
Silex Mesh 这么灵活的。而 Silex Mesh 的网络架构是能够覆盖这个 Wireless DMX， 所以这也为什么 DMX 可以被融入到 Silex 生态里面。那这个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整个网络的设计以及用户这个场景的这种设计。那 Wireless DMX 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所有的这个设计啊，都是基于这个中心的控制台的，所以一旦呢你的灯离得太远，那么点对点连不上，那就废了。而 Silex Mesh 是可以直接多跳的，那这就网络架构就灵活得多。但这个通讯建立之后，我把传的信息从 Silex 协议换到 DMX 的协议，那这个就是一套更灵活的 Wireless DMX 的这种控灯的方式了。那 every mesh module 就是 mesh 的网 ，mesh 网实际上就是对等的一套网络，就是大家所有的节点之间都是互联的。这个连接方式可以是直连，也可以通过别的点进行中继。那即使是你的总控的这个节点没了，比如说你的灯控光的 app 退出这个网络了，那这个网络还是在的，它不是继续有，它不是个无中心的网，它不是有中心的，所以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鲁棒性会强很多，而且它这个网络的这个覆盖面积可以无限拓展，你就只要互相之间有一条路，那它就可以这边就可以灯就可以跟那边灯通信。但是据我了解 ，Silex Mesh 里面还是有这个 M 节点的，叫主节点。但这个主节点一旦消失之后呢，可以重新去竞争出来一个新的这个 Main Module。那么很多人大家都很喜欢 Silex Link。你看这个 TED 这个语速非常快，所以为什么说听他的这个介绍呢，可以练习听力，就是这个原因。那么练习完这个，应该考4、6级的听力应该是会绰绰有余的。那他接下来就会讲到，在整个片场在使用爱图仕灯光生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片场都全部用爱图仕这个灯光，那用别家灯怎么办？我虽然知道 Silex 比较好，但是呢，我手里面依然有很多别的灯，这些别的灯我不可能放着不用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去买，那我可能就会不得不舍弃掉 Silex 这套非常方便的控光的方案。Now I have a different app to be able to do controls for that as well too. So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re announcing Silex Link DMX,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Silex Link, the program that you know and love, can now actually control any fixture that has a wireless DMX chip built. 那它就是它发布这个 Silex Link DMX 之后呢，所有的带无线的 DMX 芯片的这些无线 DMX 主控的这些灯光，现在都可以通过 Silex App 直接进行总控了，那就是把这个总控台放到你的 App 里面，那基于这套 Mesh 的网络，随意的去控制里面的任意一个那带 Silex 带这个 DMX 芯片的这个灯光。那你的 Sky Panel 就是你的所有的这种 DMX 总控的这个方案，现在可以无缝的借助 Silex Mesh 的网络实现你的这个灵活的控光了。那实际上这个对于DMX 也是一个很好的扩充，因为利用 Mesh 这套网络特性啊，你的 DMX 的控光的距离会更远。And all those features that we built into Silex Link, things like color picker, which we've done before, where you can scan any color with your.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这套生态打通了之后呢，那 Silex Link 里面所有这些很好的特性，比如说这个现场光效拾取啊，其实最终不还是转化成了一个灯光的RGB 的参数嘛？那通过这套协议，就可以用 Silex 的这种通讯给到这个无线 DMX， 然后翻译成 DMX 能够识别的这个参数，然后去控制 DMX 这个光效。所以这无形之中就给了那些已经支持无线 DMX 灯光，那么给它使得它拥有了 Silex 的灯光采集的这些能力。这样的话呢，就爱图仕的这个整个的这套标准就成功出圈了。这样的话，你 Magic Program 也可以去编程非爱图仕，但是支持 Wireless DMX 灯光了。所以这一点，这招就很绝了。那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爱图仕灯光和支持无线 DMX 所有的灯光的控制统一化了。
这就是这个标准的厉害之处。那接下来这个主持人就问了，就是怎么样能够用到这些特性？需不需要一些硬件的支持？当然需要的。这里 TED 给出了它这一些最基础的条件。那 This is my favorite part， 就是这个问题，人家肯定早就已经想好了。如果它已经原生就支持 Wireless DMX 的话，那就直接就可以进到 Silicon Link 这套生态里面了，就说明 Wireless DMX 也是基于 2.4G 的。那你用 Lumen Radio 的话呢，现在这些只要是 Lumen Radio 能够无线控制这些灯光，现在用 Silicon 都可以控制。那如果你的灯光不支持 Wireless DMX， 但是却支持 DMX 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去买一个 Silicon 到 DMX 的一个 dongle， 这个 dongle 就是这个转接的模块。这个 dongle 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智能家居里面的那种网关，这个网关就可以实现2种协议的本地转换，就是让这个有线的时候是 DMX 的，无线的时候呢是 Silicon 的，就是网关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前提是你只要你的灯光有 DMX， 那用了一个 dongle 之后呢，你就所有的灯光就进入到这个 Silicon Link 的生态里了。那这是一个最新的支持 Silicon DMX 的这套面板，这个面板已经和以前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和升级了。而且这个我感觉这个布局会比以前更合理啊。好了，刚才讲到了，就是 NAB 2022里面爱图仕的这个2个重磅新品，一个是 LS600C Pro， 另外一个是 Silicon DMX。这个里面基本上已经把爱图仕2022年 NAB 的重磅的新品都已经讲完了。那其实它还有2个没有对公众开放的新品，那只对媒体开放了，或者只在爱图仕粉丝之夜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了。那这个就是这个，你像我后面这个灯光的。就是我家里不是有很多这个 MC 小灯嘛，就是 MC 小灯的下一代，以及爱图仕的，就是爱图仕系列的这个棒灯。之前艾摩拉不是出棒灯，艾摩拉的棒灯并不是一个终极形态，后面呢还有一个叫 MT Pro 的一个棒灯，这个棒灯就更厉害了。那基本上可以说是把 600C 做到了一个棒灯里面。大家看看后面这个，那这个画面就是MT Pro 的一个样子了。那一个棒灯它这个有这个流光溢彩的效果。其实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颜色，这点呢做到还是不容易的，而且呢，你是看不到这个像素的。那 MC Pro 看到了 MC Pro 也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这个 MT Pro 和 MC Pro 只在爱图仕之夜和媒体开放日的时候给大家公布了，所以这个资料是非常难找的，但是咱们频道找到了，就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那它这你可以看到，明显的是用了一个磁吸的柔光罩，并且这个灯珠的分布还不太一样。当然，这个视频是来自于 CineD 的 ，CineD 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媒体，它原来的前身是 Cinema 5D， 但是后来它改名为这 CineD。那可以说这个是非常职业的，就是这个专业性很权威的一个媒体了。那首先讲的是这个 MC Pro， 就是这个咱这个是 MC 嘛，它是 MC Pro。那它首先就是吹爆了这个 MC， 因为 MC 是一个非常爆款的，大家很喜欢的小灯。你在我这里有7盏，你足以见到 MC 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火爆啊！我这样一个业余的 UP 主，现在家里都有7个 MC 小灯。MC Pro 大家看得出来，它这个灯珠排列有完全不同的这个排列的形式了。那首先这个灯珠的数量比以前多，灯珠排列呢是 RGBWW 的，灯珠的这个面板大致呢和这个 MC 呢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灯会比以前会更亮，因为它的灯珠的密度更高了。然后呢，这个灯珠的前面和后面都有磁吸，这是从这边看到的。
它 increase the voltage 就是它的整个的锂电池的电压，原来是这个3.7伏的，现在应该是升到7.4了。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到灯珠更高的亮度。40 watts dish，40 watts 就是它是这个总功率到了14瓦。那这个灯光呢，这个原来我记得是5瓦，那么现在的这个功率提高到了14瓦。40 watts，40% brighter， 就是比这个亮了40%。narrow the beam angle 就是它这个发光角，这次呢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收缩，就它把这个单位面积的光强会进一步增加。所以它这个亮度达到了以前3倍。expand the color temperature range 把这个色温的范围做了一个大幅拓展。它所以是2000到10000K 的这个 CCT 的范围，原来的话到不了那么宽。Likewise, magnetic back 背后的磁吸依然得到保留。On the front， 它可以通过磁吸的方式去加柔光罩和蜂巢罩。包括这个单片的这个柔光片也都是磁吸的方式。看这个灯珠的排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那这个柔光罩带一定弧面的，也可以通过磁吸的方式直接装。那这次它增加了一个旋钮，就让这个整个的交互变得比以前更加友好。那这个交互的方式应该是和 COB60X 那个红色旋钮是类似的。那么它也是里面是带这个 Size Link 的，所以它可以和原来的 MC 的小灯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生态里面的灯光进行通讯。然后这个它是不打算给大家去公布的，因为这个只在媒体的这个那天给大家开放了。然后呢，这个 MC Pro 会比 MC 稍微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参数上可以说是有大幅增强。你看，我 only showed press today， 就仅仅在今天给媒体去开放了。所以说你在后面应该不会找到更多关于这个 MC Pro 的信息了。那它这个已经不是 prototype 了 ，it's fully working 的，就是可能已经进入了至少进入了 DVT 的这个阶段了。那12 light kits 就12灯套装应该还是有的，这个到时候咱们频道考虑入一个12灯的 MC Pro 套装。而是这次这个12灯套装，它的这个充电的方式会比以前更快。原来它都是无线充电，无线充电的话，那个7的标准，在这上面只能跑到5瓦。这次它加了一个4个 pin 的触点，4个 pin 触点可以让充电速度比以前好像可以增快4倍。那这个 tube 大家看，它这个标志是 Aperture logo 的，是 Aperture 是爱图仕的这个产品线的，它并不是 Amazon 的，所以呢，它一定是最顶配的棒灯，而且这个长度可能不止一种。大家看这个发光角应该是至少是180度，然后底部是带4mm流子孔，背部你看应该是带磁铁的，而且带散热，肯定也带 Size Link， 而且它支持这个 Pixel Map， 就是这个流光溢彩的模式。然后它是没有频闪的，这张图截的不太好啊，这张图截的，这个图有意思啊。而且这个灯的特点就是说，它比一般的棒灯要亮了很多，就是极限亮度是别人的 N 倍，然后它的最暗的这个程度也比一般的棒灯要暗很多，所以你可以认为爱图仕造了一盏秤，这个秤呢量程比别人大，这秤的精度比别人高，这就是比较全面的碾压了。
所以它是既能做到更高亮度，也能做到更低的亮度。看到没？它是比别的棒灯更亮，但同时也可以做的比别的棒灯会更暗。然后它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最暗亮度下依然是看不到灯珠的，所以呢，整个的柔光或者这个像素的密度做得非常高。它怎么做到的呢？看看啊 ，pixel density 就是这个灯珠的排列和密度会非常高。16 pixels，16 就16个密度，这个我不知道单位是什么。它的这个 one foot 范围内，就是这个1英寸的1寸的 one foot 25.4，应该是 one foot 是2.54厘米的范围内。36是普通的2倍以上。所以你就看不出来这个，就说白了，你的屏幕的像素非常高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那个方格的效果了。Ultra high resolution， 所以它特别像一个 P600C， 你知道吗还有 pixel mapping， 然后它就是把这个灯可以弄得很暗，就是说光圈最大的时候还都能看到这个 pixel mapping。You see the pixels? Johnny, you see the pixels? Good. While we have this, you're not seeing the individual pixels, and we're still seeing the full pixel chasing. But if I want to actually have this be a light that actually lights us outside of the scene, there you go. You can actually see we're in a very, very bright booth right now, but you can see a little bit of that color rainbow chase on us as well too. So, okay. Next thing though. 那第3点特性 ，pixel mapping。pixel mapping 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灯效了，这个就是把这个灯光的这个高密度排列用到了极致。那它的这个两边的这个框非常细，就如果你多灯拼贴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那个痕迹。然后它这个开关包括 Type C 是在这一侧。那现在用 SideLink 之后呢，它外面就不需要再装 DMX 了，因为它和 DMX 已经兼容了，这点就比较厉害了。而且这个 Pixel Map 的这个界面还不能给大家看，有可能做的过于酷炫，怕别人抄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分辨率非常高，高密度的灯珠排列。那它的这个就是最亮、最暗，然后高密度，还有一个就是高速率，就所有的这个灯珠的亮和灭的这个速度会非常快。那这个也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秀肌肉的部分。那你的这个灯可以控制快速的变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流光溢彩的效果，这个速度会做得非常非常快。这样的话，它这个特效变得会非常快。If you want that speed,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highest resolution tube on the market, yes, indeed, we actually already have, if I build this in, the fastest refresh rate of any tube on the market. The fastest refresh rate 就是最高的刷新率。Just how fast this is moving. We've actually doubled the refresh rate compared to any other tube on the market. So again, fastest effects, the highest resolution. As far as brightness and intensity goes.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棒灯或者说叫 RGB 灯光里面设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我既比别人亮，又比别人暗，又比别人密度高，同时呢，我的刷新率还比别人高。所以这4点就是 MT Pro 应该是会成为今年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这个棒灯的全新的，就是 News Shooter 也有一个视频，咱们给大家也提纲挈领的过一遍啊，基本上也就是把这4个重大的这个卖点给大家就讲了一下，就这4个特点。但这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它的这个棒灯的这个细节设计，比如说磁铁的排列、Aperture 这个 logo 的形式、散热器、屏幕，还支持这个 CRMX MT Pro，CRMX 支持的。然后呢，底部的这个，其实它的这个设计很多地方，我个人觉得是借鉴了 ALMX 这个工业设计的语言。然后它的这个棒灯的这个操控和 Amaron 的 T2C 和 T4C 有点像。你看这个，他这个人就问是不是还有其他尺寸？TED 的这个表情意思就是是有，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所以这 TED 这个整个的 TED 只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一个是它的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然后语速非常快，发音也非常的准，所以就这个拿来练听力是再合适不过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提纲挈领的 ，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那我们大概讲了40多分钟吧，We're gonna talk real quick，然后把 Aperture 的在NAB 2022的这个基本的新品，包括今年可能也许下半年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新品，都给大家聊了一遍了。那基于我个人的一些理解，还有公开发布的资料，那么给大家去聊聊这个内容了。如果你还在坚持看这个视频的话，千万不要忘了那个弹幕里扣1告诉我一下。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